中国人不骗中国人，你有多长时间没关注过中国历史了？其实研究历史很简单啊，不用怎么去关注今儿个你推翻我老子啊，明儿个我儿子推翻你这些改朝换代的事情，没什么用。这些都只是表面，华夏文明的主线其实一直都是继承，不是推翻。你看那些开国皇帝就知道了，有哪个是把前朝的东西完全推翻了？还不都是刚刚上位啊，就先声明一下，承前朝制，然后修修补补，慢慢的修改升级嘛。这就是中国古代史的主线。到了这一层，你很快就会发现，你原来从没看清或者一知半解的东西，一下子就全清了。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真的很爽，而且你个人的历史观也会更加通透。就比如咱们今天要说的问题，一个人能奢侈到什么程度？是不是以为手上带块表，出门开个牢，再收藏点古玩古画啥的就是奢侈了？这就不是奢侈。之所以觉得奢侈，是出于我们对这些东西价值的判定，因为它贵，所以我们觉得奢侈。可其实人家玩的是艺术啊，玩的是稀有，贵贱与否反而是人家最不在意的东西。真正的奢侈是什么样？真正的奢侈玩的是牌面。古今中外论奢侈，大漠谁都不服，就服隋炀帝杨广。执政13年，巡狩11次，每次巡狩像大漠这种刁民能看到的，除了牌面还是牌面。大业元年巡淮海，竹庐相接200余里，我操，200余里啊！按今天的单位算，我们得以80公里的时速狂奔1个小时，才能从头走到尾。大业2年巡江都，为了做个仪仗，隋朝境内但凡身上带毛的，毛稍微漂亮点的，被薅得干干净净。大业3年西巡，焚香奏乐，歌舞喧嚣，莺莺燕燕，又是数十里。这他妈才是牌面，这才是奢侈呀！那么我们开始下一个问题：穷奢极侈的隋炀帝杨广是昏君吗？你看人家汉武帝啊，同样继承了父辈开创的太平盛世，一个是文景之治，一个是开皇之治。可人家汉武帝雄才大略，四处征战，把匈奴揍得头都不敢回一下呀。这么牛的成绩，也没见人汉武帝玩牌面啊，对不对？巡狩次数并不多，每次巡狩也基本就是所到之处立个庙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就这，临老还得发个罪己诏，感叹下自己常年征战，劳民伤财。咱们的隋炀帝啊，典型的牌面至上，娱乐至死呀。隋文帝再怎么牛逼，攒下再多的家底，也不能这么造呀。隋炀帝是真不怕他老子的棺材板压不住，跑出来揍他。说到这里啊，其实就已经可以定性了，隋炀帝杨广就是个贪图享乐、碌碌无为的昏君。但是史书上的记载却跟这个结果大相径庭，里面的一些细节还存在着不少的疑点，尤其是这第一条，隋炀帝执政前和执政后的差异，完全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，性情大变。我们姑且可以理解为隋炀帝执政前都是在演戏，就是在演给隋文帝看的，再怎么着也是封建皇室子嗣呀，又不是独子，竞争大可以理解。比如开皇元年，隋文帝闲的没事跑去看儿子去，到了那里才发现啊，很多乐器的弦基本都是断的，用手一摸还有灰啊，就觉得自己这个儿子可能不怎么注重吃喝玩乐，根本不知道自己这个儿子以后到底有多秀呀。还有一次，隋炀帝外出打猎，遇到了下雨天，旁边的小弟两眼一眯，升官发财的机会这不就来了吗？当即就掏出了一件油衣让隋炀帝避雨。但是隋炀帝却说了这样一句话啊：士卒皆食衣，我独依此乎？拒绝了小弟的马屁。这个时候隋文帝又不在了。如果说隋炀帝在演戏，那他一个人演个什么劲儿？最关键的是这时候的隋炀帝都不到13岁。俗话说得好呀，3岁见大，7岁见老。虽然这句话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啊，但想让一个10来岁的孩子学会隐藏自己的真实秉性，显然还是很难办到的事情。哪怕他是皇室子弟啊，就算真的在演，把各方面细节抠到了极致硬生生的凭演技和出色的政绩，把自己送上了太子位。那么请问，这么小的年纪，这么深的心机，又着实靠着实打实的政绩上位，是怎么做到10来年的时间就败光父亲积攒下来的太平盛世，自己还落得一个生死道消的局面呢？这不互相矛盾吗？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刚好在隋炀帝执政以后性情大变。这种案例呢也不是没有，就比如咱们大明的皇帝英宗朱祁镇，2次当皇帝，完全就是2种截然不同的风格。可是从心理学上面来讲，如果不是发生什么大的变故，一个人基本不可能出现前后反差极大的性格变化。还拿英宗来说，第1次登基的时候心气多高呀，结果呢，前有土木堡之变，后有南宫8年的孤苦伶仃，几个人扛得住这般遭呀？
再看隋炀帝，内有开皇之治加之，天下富足，国泰民安；外有东西突厥，内斗不休，威胁不到隋朝。人家自己还是实打实凭政绩登基的，万民敬仰，天时地利人和都有了。从古至今，有几个皇帝能在刚登基的时候就拥有这么一把好牌？还不都是苦哈哈的，斗天斗地斗自己，每天一觉醒来，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能让下边的臣子安分一点。那导致隋炀帝性情大变的变故又从哪里来呢？根本就无从谈起嘛。再结合史书上所有关于隋炀帝的负面评价，绝大多数来自于隋末农民起义爆发以后。这个时候的隋炀帝已经站在了百姓的对立面，世人对他的主观印象就已经变了。结合隋末的实际情况，也确实很难不将他和横征暴敛、穷奢极侈等负面词汇联系到一起。但这里其实也足够让我们推翻前面的结论：穷奢极侈的隋炀帝杨广不是昏君，最起码不是那贪图享乐的人。如果真是这样那咱们隋炀帝的牌面问题就有的说到了。可能会有朋友觉得，历史嘛，还不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吗？杨广是皇帝，修改历史、美化自己，那不就一句话的事情吗？但问题是这段历史成书的时候，咱们的隋炀帝都成灰了呀。哪个史官闲的没事放着自己的皇帝不夸，生怕自己脑袋重跑去夸前朝皇帝呢？没有吧？现在其实就剩下了一个问题：隋炀帝的牌面和他不贪图享乐的矛盾问题。大木是这么认为的：隋炀帝的每一次巡狩其实都是棋子，他在下一盘大棋。我们看问题不能只局限于眼睛所看到的东西，就像侦探破案一样，还得讲究动机。正常来说天子巡狩本身就是一场演给百姓看的政治行为，只要让天下人知道这江山是属于统治者的，那就足够了。隋炀帝大业元年那场巡狩，就是那场竹庐相击200余里的巡狩其实也可以说是必然事件，因为它符合封建礼法呀。要是隋炀帝不愿意，那他妈才是真的出问题了。就是情景实在有点夸张过头，但百姓们看的是热闹。隋炀帝又家大业大，人家都不在乎，百姓在乎个什么劲儿啊？不过除了牌面大点以外这场巡狩还有问题。百姓茶余饭后看热闹，想看的肯定是莺莺燕燕的小姐姐，对吧？可是这场巡狩不一样呀，从头到尾200余里，并非全是歌女舞女，祭祀礼乐人员也不多，基本全是文武百官以及将校官兵带头的是左武卫大将军郭衍，断后的是右武卫大将军李景。大业初年，天下富足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又没人造反，你不给百姓整点歌舞啥的安排下，你整这么多大头兵干啥呀？明摆着醉翁之意不在酒既然不是给百姓看的，那么就只能是给隋朝外边的人看的，这动机不就出来了吗？大业初年，隋朝外面虽然没有什么强敌，但相对来说并不安定。隋文帝当年用离间计，好不容易营造出来的东西突厥互相牵制的平衡局面，已经有了被打破的迹象，而且还是亲近隋朝的东突厥处于弱势，想要彻底解决，无非就是继续打仗。以隋朝的实力根本不成问题。问题在于西突厥，人家不是傻子呀，人家不会上赶着送人头，你来我就跑，你跑我再来，就是打不着。这怎么打？打空气吗？除了浪费资源，没有任何意义。就跟大木训狗一样，打得过又怎么样？追得上吗？就算是追得上，你又咋了？你总不能咬吧？得吓唬，你得让狗知道，咬不过狗的大木，其实是能咬过狗的。所以这场巡狩其实就是给西突厥展示隋朝武力的一个载体，目的是让西突厥知道隋朝的强大，以后安分一点。相比之下大业2年那场拔毛的巡狩，才更像是真正意义上的巡狩，是展示给百姓看的。巡狩的同时，顺便把都城迁到了东都洛阳。别看霍霍了百姓不少家禽，但请别忘了，继承家产的隋炀帝家大业大，根本就不在乎这一点。大手一挥，大赦天下，免天下1年租税，几只公鸡换1年租税，给你，你愿意吗？我肯定愿意，有便宜不占是傻子。大业3年那场西巡其实更好解释莺莺燕燕歌舞升平又咋了？你咋不看看人家去的是什么地方去的是鸟不拉屎的河右。联想到这场西巡之前隋炀帝时不时就找外交家裴矩咨询西域的事情，以及西巡过程中制霸丝绸之路的西域政权吐谷浑突然就没了。不难看出来这场西巡其实也有着很浓厚的政治以及军事意图。要说奇怪的点，就是在这场西巡过程中，隋炀帝为啥要带那么多的小姐姐，还个个披金戴玉，一路焚香奏乐，好不热闹。说老实话，这个点我想了很久都没有想通，直到我突然想到了一个词：招商引资。
隋炀帝打吐谷浑是为了啥？不就是为了重新连接非洲以及欧洲大陆，打通丝绸之路吗？丝绸之路的价值，即便我不说，大家也都清楚。既然已经打通了，有了稳定的贸易环境，接下来不得打广告宣传？貌似当时除了焚香奏乐、歌舞喧嚣以外，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宣传方式了吧？回顾一下隋炀帝的执政生涯啊，西巡1次，南巡3次，北巡4次，再加上3次远征高句丽，前后11次巡守呀，没有一次不带点额外的动机的。包括3次远征高句丽，你以为他真的是去打高句丽去了？谁家打仗行军还要提前通知下对手呀？然后一路边走边玩，跟春游一样，未免把堂堂一个大一统王朝统治集团看得太蠢了一点。还不是为了吓唬突厥，只不过这次不是西突厥，是东突厥。谁知道东突厥是烧了哪门子的高兴？短短几年时间，突然就站起来了，拥兵100万，军事实力丝毫不亚于隋朝。偏偏这时候的隋炀帝忙着策划另外一盘棋，已经投资了大量人力物力，导致战争经费不够，无法支撑长期战争需求，只能旧戏重演，一次又一次的派出大军，要么巡守北塞，要么找个理由征伐国力明显不够个的高句丽。希望能把东突厥给镇住，最起码也要拖延下时间。只要这另外一盘大棋下成了管他什么东突厥西突厥，通通拿捏。谁知道这高句丽是真的头铁呀，本身服个软就能解决的问题，愣是被搞成了家国保卫战。没办法，隋炀帝只能硬着头皮往上上了。就在行军途中，还时刻都在希望高句丽回心转意，免得节外生枝。仓促之下又人生地不熟，另外一方还较起真来了，就是要头铁到底，可不就败了吗？如果这时候的隋朝人民能够上下一心，硬撑着下完隋炀帝的那另一盘棋这场难关说不定还能渡过去。只可惜百姓生于底层，长于底层，奔波一生为的就是个生计嘛。隋炀帝的手段有多少有些激进，普通百姓压根就看不到那么远。他们看到的就是我操，完犊子了，隋朝要没了，100万大军呐，加上后勤补给几百万人呐。每年租税徭役供着，打个高句丽都能败，这还是我大隋吗？将来怎么应对东突厥呀？我上有80老母，下有待哺幼儿，我这一家老小到时候怎么活呀？这不行，得换人。外患还没解决，内忧又来了，一步之差，就这一步棋没来得及跟上，好好一盘棋下成了死局。至于隋炀帝那另一盘棋的效果，大家了解一下什么叫盛唐就知道了。我是大木，关注我你不亏，我们下期再会。